科學家發現，虛無並不真的什麼都沒有，在那些看起來像是徹底空掉的巨大宇宙空洞裡面，居然還藏着一整套精妙的物理學規律。這段視頻就帶你走进這些宇宙黑洞房間裡，看看那裡究竟在上演什麼故事。宇宙空洞指的就是宇宙當中一大片一大片廣袤无垠，幾乎看不到星光的黑暗區域，好像在密密麻麻的星系之間被掏空出去了巨大的空房間。它們位於星系與星系之間，看上去像是完全荒芜，連一顆像樣星星都沒有的地帶，就好像宇宙這座城市裡的大片無人區。但根據最新的觀測和模擬結果顯示，即便是太空裡最空曠、最冷清的這些地方，其實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一片絕對真空，裡面仍然悄悄地存在着許多東西，各種肉眼看不見的粒子、大爆炸遺留下来的微弱輻射，再加上少量分布稀薄的暗物質，一點一點地填充着這些宇宙縫隙，把看似空空如也的地方變成了看不見、摸不着，但其實並不空的空間。宇宙裡的每一個角落，不管看上去多麼荒涼、多麼冷清，實際上都還殘留着微弱的能量與運動的痕跡，就像房間裡燈關了，空氣還在緩慢流動一樣，從未真正靜止。在這段視頻裡，我們會一步一步看看這些宇宙空洞裡面到底藏着什麼東西，科學家又是怎麼隔着成億光年的距離去研究這些空地方的，以及為什麼搞清楚所謂的虛無反而可能是理解整個宇宙運作方式的關鍵一環。那就從頭說起，我們慢慢往這片宇宙空地裡走一走，看看它到底不空在哪兒。當天文學家第一次把大量星系的位置畫在一張宇宙地圖上，試着看清宇宙整體結構的時候，他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星系根本不是隨隨便便、亂七八糟地撒在空間裡的。星系們會自發地排成一條條細長的絲狀結構和一個個巨大的團塊，交織在一起，好像一張三維的宇宙大網，中間則被成片成片的黑暗空區隔開來，而這些黑暗幾乎沒有星系的空間區域，就被叫做宇宙空洞。別看它們好像不起眼，實際上它們加起來佔據了宇宙體積的絕大部分。一開始，人們以為這些地方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真空，好像一個個巨大的虛無氣泡，直徑動輒上億光年，在宇宙中像空谷一樣鑲嵌在星系網格之間。可隨着觀測設備越來越靈敏，模擬越來越精細，我們就越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所謂的空洞根本稱不上空，裡面暗藏的東西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多。更準確地說，它們不是沒人，只是住戶特別少，星系和物質的密度大幅降低，好比城市郊外的荒地，房子很少，但地皮一樣在那裡。在這些看着冷清的區域裡，稀薄的物質、各種輻射和能量仍然在緩慢流動，它們在極長的時間尺度上相互作用，悄悄地改變着空洞的形狀和邊界。在這片宇宙黑暗沙漠裡，跑得最勤快的旅客叫做宇宙射線和中微子，它們是一些帶電或不帶電的微小粒子，由極其剧烈的宇宙事件產生，比如恆星爆炸、中子星互相撞在一起，或者超大质量黑洞噴出強烈物質噴流時順帶甩出來的產物。宇宙射線說白了，就是以接近光速飛行的质子和原子核，它們不太在乎路上的障礙，可以輕鬆地穿過整片星系，甚至在星系之間的空曠空間中一路飞奔。而中微子就更神出鬼没了，它們几乎沒有質量，也幾乎不跟任何東西發生碰撞，能直接穿透厚厚的金屬、恆星，甚至整個行星，好像眼前的一切物質对它來說都只是空氣。宇宙射線和中微子一起，
就像一套覆蓋全宇宙的隱形交通網，在空洞和星系之間來回穿梭，把宇宙各個角落聯繫在一起，讓所謂的虛空也變成信息和能量流動的通道。如果有一天你能帶着一台極其靈敏的探測器漂浮在宇宙空洞當中，你會發現，雖然肉眼什麼都看不見，但儀器每隔幾分鐘就會滴一下，接收到1、2個微弱的粒子信號。有時是某個宇宙射線高速撞到探測器上，像一束突如其來的小閃光；更多的時候，是數量多得難以想象的中微子從你身邊安靜掠過，在數據裡留下輕微卻持續不斷的嗡嗡背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叫暗物質的東西，它不發光，不反光，卻像一套看不見的鋼架結構，用引力支撐和塑造着整個宇宙的大框架。哪怕是在宇宙空洞內部，暗物質仍然通過微弱但持續的引力作用，勾勒出空洞的輪廓，決定了哪些地方變成真正的空，而星系又会沿着這些邊界排隊聚集，形成一道道星系牆。籠罩在所有這些結構之上的，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它是當年宇宙大爆炸冷卻下來後留下的餘暉，直到今天還在整個宇宙中靜靜發亮。這種輻射雖然極其微弱，但無處不在，它像一層看不見的薄霧，均勻地鋪滿了整個宇宙空間，就連最偏遠、最空曠的宇宙空洞深處，也浸泡在這層遠古微波光裡。它的溫度只比絕對0度高不到3開爾文，冷到幾乎所有物質都動不了了。但正是這點可憐的溫度和微弱亮度，讓我們知道宇宙中沒有任何角落是徹底漆黑、完全沒有物理活動的。所以說，宇宙空洞表面上看着死寂一片，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但實際上裡面到處都是運動。最古老的背景光子在其中緩慢穿行，速度接近光速的粒子在黑暗中來回穿梭，從未停歇。這些空洞乍一看好像只是宇宙中順帶留下的空白，似乎微不足道，但對天文學家來說，他們卻是理解宇宙整體如何演化、如何運轉的關鍵拼圖之一。宇宙空洞就像天上天然搭好的巨型物理實驗室，在這裡，物質密度極低，恆星、星系的影響大幅減少，科學家可以更乾淨地研究宇宙膨脹的速度、暗物質的分布，以及引力到底在大尺度上是怎麼發揮作用的。正因為這些區域裡幾乎沒有多少普通物質，重力拉扯變弱了，暗能量的作用就顯得格外突出，仿佛被放大了一樣。而暗能量正是那種被認為在推着宇宙越漲越快的神秘力量。在那些星系团扎堆、物質擁擠的地方，重力就像說話最大聲的角色，主導着星系如何運動、如何相互拉扯。可是在這些幾乎空無一物的虛空裡，重力拉不住什麼東西，反而是暗能量的那股往外推的趨勢變得特別明顯，直接影響着空洞本身的膨脹速度。科學家會跟蹤空洞在幾十億年時間裡變大、變形的速度，從中判斷暗能量究竟是一股強度一直不變的恆定推力，還是會隨時間慢慢增強或減弱。這對未來宇宙的命運有着直接的影響。宇宙空洞不僅能幫我們研究暗能量，還能反過來加深我們對暗物質這個隱形角色的了解。暗物質本身看不見、摸不着，但它的引力會悄悄改變光線的路徑，所以科學家會仔細分析遠方星系的光在穿過或繞着空洞邊緣行進時，是不是被輕微的拉伸、彎曲，從而推斷暗物質到底藏在哪兒、有多少。一旦把這些細微的光線扭曲數據統計起來，天文學家就能畫出一幅暗物質分布的隱形地圖。
哪怕那個地方在普通望遠鏡裡看上去是一團徹底的黑暗。在所有這些研究當中，最耐人尋味的一條線索，是宇宙空洞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之間那種若有若無卻非常關鍵的聯繫。當那些來自宇宙早期的微波背景光子穿越空洞這種低密度區域時，會因為引力式的變化丟失一丁點能量。這個極其微弱的變化，專業上叫做積分薩克斯沃爾夫效應。通過精確測量這種效應，科學家就能在跨越數十億光年的巨大尺度上，檢查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預測是否成立，看看引力在宇宙這麼大的範圍內是不是還老老實實按我們以為的那樣工作。宇宙空洞還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去研究中微子這種宇宙裡最難抓的粒子，因為空洞的結構和演化會悄悄記錄下中微子存在的痕跡。中微子雖然質量極小，但量大得驚人，它們的總分量會影響宇宙大尺度結構長成什麼樣子，也會左右物質在幾十億年裡是更喜歡扎堆還是更分散。研究人員會統計大量空洞的大小、形狀以及隨時間變化的速度，再用理論模型去反推中微子的總质量和行為方式。這些數據甚至是地球上最先進的粒子加速器都不容易直接測出來的。最後一點，宇宙空洞還成了各種改良版引力理論的試驗場，是檢驗這些新理論到底靠不靠譜的關鍵地方。這些理論嘗試在愛因斯坦原有方程的基礎上做一些修改，希望不用引入暗能量，也能解釋為什麼宇宙會加速膨脹，算是給引力這門老理論做生機補丁。有的模型認為，在物質濃密的區域和在幾乎空曠的區域裡，引力隨距離衰減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尤其是在像空洞這樣的低密度地方，偏差會更明顯。因此，通過精確測量空洞邊緣那些星系的運動軌跡、速度分布，科學家就可以判斷廣義相對論是不是仍然完全成立，還是說已經出現了我們需要用新物理來解釋的細微偏差。從更本質的角度看，空洞這塊空白其實剛好勾勒出了宇宙深層的骨架結構，讓我们看清宇宙在最大尺度上是怎麼被搭建起來的。它們不只是星系之間順帶留下的一點空隙，而是宇宙整體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帶着物理信息。這些空洞就像框架，把物質、能量甚至時間的流逝方式，都在宇宙最大尺度上畫了出來，讓我們能讀懂宇宙是如何一步步從混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所以，研究這些巨大的空地方，絕不只是為了滿足我們對黑洞洞的宇宙是不是啥也沒有的那點好奇心，它很可能會徹底改變我們對宇宙本身的理解方式，甚至會影響我們對什麼是物質、什麼是空間的基本概念。先看第一點，宇宙空洞已經在悄悄改變我們研究暗能量的思路，讓科學家多了一個嶄新的、非常有力的測量工具。隨着各類巡天望遠鏡不斷更新，天文學家畫出的宇宙三維地圖越來越細，他們可以追蹤同一類空洞在不同時代的大小和形狀，看看它們是怎樣一點點被撐大、被拉長的。再把觀測到的空洞長大速度跟不同暗能量模型的計算結果對比，就能判斷暗能量的強度是不是從宇宙早期一直保持不變，還是在慢慢調整。這對推測宇宙未來是繼續加速、減速，還是走向別的結局至關重要。第二，空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相對乾淨的宇宙環境，很適合用來單獨測試重力本身的行為，不容易被其他複雜因素攪局。在那些星系團密密麻麻擠在一起的地方，引力來自四面八方，彼此疊加，搞得非常複雜，想從中分離出清晰的規律就變得很麻煩。可是在空洞這樣的虛空區域裡，
物質很少，宇宙膨脹往外拉，引力往裡拽，這兩股力量之間的平衡關係反而更簡單，更容易通過觀測來精確測量。一旦引力在大尺度上有哪怕一點點偏離愛因斯坦的預測，這種差別就很可能反映在光線穿過空洞時彎曲的程度上，或者星系圍繞這些低密度區域漂移的軌跡上。所以這些都是科學家重點盯着的信號。第三，研究空洞還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所謂的宇宙網，也就是那一整套由星系、星系團和細長絲狀結構構成的巨大網絡。它幾乎定義了整個宇宙的大框架。像 DESI、Euclid 還有維拉魯賓天文台的 LSST 這類大型巡天計劃，會一次性測量上百萬個星系的位置和距離，讓科學家能拼出一幅前所未有精細的三維宇宙空洞地圖。有了這些立體地圖，研究人員就可以追蹤普通物質和暗物質在太空中是怎樣緩慢流動、匯聚和分散的，同時也能看清引力在幾十億年的時間尺度上是如何一步步雕刻出今天這幅宇宙大局的。所有這些科學結果背後，其實還藏着一種更宏大，甚至有點哲學意味的認識，逼着我們重新思考空和有到底是什麼意思。那就是在今天我们能觀測到的宇宙裡，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空無，在空的地方也還有東西。即便是在星系與星系之間那種一眼望去什麼都沒有的浩瀚空間裡，可見的物質確實很少，但各種輻射、粒子以及看不見的引力場仍然在那裡持續存在，從未離開。宇宙微波背景那股若有若無的溫暖微光依舊在背景中鋪開，中微子和宇宙射線從那兒穿過，像幽靈一樣來去自如，而暗物質則在一旁悄悄拉起看不見的引力絲線，維持着整體結構。想象一下，如果你能被放到一個宇宙空洞的正中央漂浮着，你四周幾乎什麼都看不到，最近的星系也只會是幾百萬光年之外一個暗淡像針尖大小的光點，孤零零地掛在遠方。你不會感覺到風，不會感覺到溫度變化，聽不到任何聲音，幾乎沒有光可看，但實際上你始終浸泡在宇宙大爆炸遺留下來的背景光暈當中，時刻被那些最微弱的輻射和最鬼魅的粒子輕輕掠過，意識到虛無也並非真正的空白，而是充滿了精細結構和活動。這件事本身就足以顛覆我們對宇宙乃至對現實世界的常識性理解。所謂的空隙，其實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什麼都不在的縫隙，而是宇宙結構的一部分，是留給某些物理過程發揮作用的空間。這些空洞本身就是宇宙結構的一塊關鍵拼圖，在物質如何分布、能量怎樣傳遞，以及宇宙整體向外膨脹與引力收縮之間的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說，就算是在宇宙裡最空曠、最偏遠的地方，也依然很難找到真正什麼都沒有的絕對真空，那裡總有些東西在悄悄存在。宇宙空洞裡依舊充斥着各種粒子、微弱的輻射，以及大塊大塊看不見的暗物質，它們共同織出了一張隱形的宇宙結構網。正是在這些看似沉默、安靜的可怕的空洞當中，科學家一步步找到了無中有的證據，證明虛空本身也承載着豐富的物理信息。所以，當我們抬頭望向那片漆黑的宇宙時，其實可以更踏實一點，就算在最深的虛空裡，也依然有光、有粒子、有結構在陪伴我們。我們並不孤單地漂浮在一片真正的虛無之中。